少东家，老当家这一走，作坊的顶不住可就塌了。您请节哀，往后的日子，苏家可全指望您了。提示：宿主意识已完全融合，目标锁定苏氏木工作坊管家刘余年。苏老头死了，可欠我们王家的债还没死。少东家，今日这账必须全数结清。住手！此地乃是苏老当家的灵堂，死者为大。诸位如此行径，强闯死者安息之地，难道就不怕遭报应？有失体统吗？体统？嘿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管你们今天是什么日子，少拿死人来压老子！你们苏老头在世后，在我们王家面前也得夹着尾巴做人。如今他撒手人寰，你们这群土鸡瓦狗还想赖账不成？白纸黑字，3000两白银。我看你们苏家现在这副穷酸模样，怕是连30两都拿不出来吧？这可怎么办啊？王家咱们哪招惹得起啊？少东家怕是靠不住，连老当家在的时候都愁得睡不着。就少中家平时那副吊儿郎当、只懂斗鸡守狗的少爷脾气，他能有什么法子？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谁敢动我爹一下试试？苏少东家，父债子还，不过看你这样子，确实是山穷水尽了。要是不想去坐牢，倒也不是没有别的折中办法。你身后这小娘子长得倒是俊俏，不如我苏家欠下的债务，我自然会还。还？你拿头还！3000两现银，今天拿不出来，这作坊就得改姓王。字据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两家约定的最后期限尚余7日。前朝律法在上，王家纵然势大，难道还能大过国法，强买强卖不成？7日之后，3000两白银，我自会一分不少的送到王家府上。7日，好。既然你自寻死路，老子就给你7天时间。7天后老子再来，到时候要是拿不出钱，老子不仅要收了这作坊，还要拿人来抵债。我们走。7天，去哪儿弄3000两？就知道在这里满嘴跑马车，到时候大家一起喝西北风去吧。少东家，您刚才在王奎面前放话，难道是心中已经有了应对这3000两债务的良策？叶师傅，方才令爱搬运的那些大箱子里，装的究竟是何物？哦，那些啊，那都是咱们作坊日常打造家具、烧造用剩的木草灰，因为没什么大用处，正打算倒掉。那作坊的后厨内
可存有猪油。有倒是有几大罐，可少东家，这节骨眼上您要猪油做甚？难道这能变出银子来？香皂？什么香皂？少东家，您让我们累死累活搬空了半个作坊的牧草灰和猪油，就是为了做这个叫香皂的玩意儿？正是，只要这批货能顺利赶制出来，区区3000两债务，不过弹指可减。就凭这些地里抛出来的灰和锅里的油，少庄家，你莫不是急糊涂了吧？这玩意儿真能换来白花花的银子？星儿，休得对少东家无礼。少东家，非是老孩不信您，只是咱们苏氏作坊世代传承木工手艺，这做皂的事儿，大家伙大姑娘上轿头一回，实在没经验啊。更何况距离王家给的期限只剩7日不到了，这短短几日，如何赶得出能抵3000两银子的货？叶师傅放心，材料既已凑齐，最难的一步便算过了。接下来的3日，库房交给我，3日后等我的好消息。届时将此物运往京都东市，定能让王家开开见识。在外面吹冷风偷看，倒不如进来帮本少东家搭把手。我不过是夜里口渴出来觅水，顺道瞧一眼。瞧瞧你又在折腾什么幺蛾子？万一一把火把作坊烧了，我爹下半辈子靠谁去？哦，就你一个人？那不然呢？深更半夜的，难不成这作坊里还有鬼陪着你？怪了，这味儿说不上来。你这到底做的是什么是稀奇古怪的东西啊？此物名曰香皂，能洗净天下一切污秽。未来它会成为你沐浴时必不可少的神物，而且用了它能让你身上更好闻。你登兔子胡言乱语什么呢？行了，别气了，来，帮我把这罐猪油匀速倒进来，切记要慢。哼，看在3000两白银的份上，本姑娘便帮你这一回。少东家，神了，真是神了！才短短3天3夜，您竟然真的用那些废料做出了这么多香皂！爹，您可别光夸他一个人，这里面成箱的宝贝，可有女儿不眠不休熬了3天夜的一大半功劳呢。自然少不了千二姑娘的赏钱。大前朝的第一桶金，就从这里开始吧。少东家，快看！
那边怎么围了那么多人？难道是有什么天仙下凡了不成？别急，各位客官定要排好队。本店各乐仙姿产品应有尽有。今日凡是在本店预先充值银钱办了会员的，皆可享受额外9折优惠。凡是买满3两银子者，还能来本馆市里参加盲盒抽奖，奖品丰厚，绝不落空啊！香水、会员、盲盒，这全都是现代社会的饥饿营销与促销手段。在这科技落后的前朝，怎么可能也有人懂得此等商业手段？难道？哟，这不是苏少东家吗？烂木头，怎么着？带着一车烂木头，跑来东市向我们王家的买卖取经来了？苏东家，老夫还以为你夸下海口，能在这7日内变出什么神仙手段来，还清那3000两欠款，没成想竟也只是做些不入流的粗鄙肥皂。哼，就凭你车上那些散发着猪油恶臭的破玩意儿，也敢来东市跟我青岩阁抢生意？实话告诉你，你折腾出来的那种破皂，我们王家早在3年前就已经卖烂了。如今京都城内唯有我青岩阁的水晶皂才是达官贵人眼中的无上珍品。你想靠这个还债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你们王家别太欺负人了！我们的香皂明明……喂，你疯了！明知道这是王家的地盘，你还大摇大摆的进来干什么？万一被他们扣下当刺客抓起来怎么办？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想要找到破局之策，首先要看清对手的底牌。这王家的营测交流、交销、盲盒抽奖，再加上这超越时代的精细包装方式，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前朝本土商人能凭空想出来的。看来，这王家背后的水，远比预想的要深，其后定有高人指点，甚至不只是前朝的人。高人？什么高人？那可怎么办呀？少东家，咱们的香皂连他们那些普通皂都未必压得过，更别提这些贵妇礼盒了。不急，先回作坊，我们从长计议。还从长计议？你看看这天色，距离还款之日可没剩几天了呀！你倒是拿个准主意啊！终于出现了苏公子，这场戏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
折腾了3天3夜，连个铜板的响都没听见，真是累死个人了。少东家，这下可如何是好啊？那青岩阁势大，咱们的货根本卖不出去。再过几天，王家的人可就要登门抄家了呀！都别念叨了，把院子里这些劳魂子肥皂全都给我扔到后山臭水沟里去，看着碍眼。扔了！你站住！姓苏的，那是我爹跟作坊兄弟们不眠不休熬了3天3夜赶出来的命根子！你一句话说扔就扔，你凭什么？就凭我们作坊内部出了内鬼。少东家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啊！何出此言？今日东市王家大张旗鼓地推出水晶皂和那促销手段，时间掐得太准了。他们分明是算准了我们今日会去出售香皂，所以才会提前设局拦截。会不会只是巧合？作坊里的伙计大多是跟随苏家多年的老人，底屑干净。少家若说坊内有王家的内宴，可有真凭实据？绝非巧合。当时在青岩阁门前，我们的货箱尚未解封，王明远却一口咬定我车里装的是破肥皂。若非事先有人向他通风报信，他如何隔着后木箱看穿里面的东西？听少东家的意思，莫非是在怀疑我？毕竟只有我最晚加入苏家。少东家，孟然这孩子绝不可能是内鬼呀！他自幼在作坊长大，老奴拿项上人命担保。况且他若是出卖苏家，对他能有什么好处？刘姑娘误会了，我知道你不是内鬼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你帮我把这个真正的内鬼引出来。愿听少东家差遣。叶师傅，方才我在院子里说的话，只是说给那只鬼听的。香皂一块都不能扔。晚些时候，您亲自带几个信得过的人，趁着夜色，把货物悄悄转移到作坊最隐蔽的暗仓去。后面，我自有大用。是，老奴明白，这就去办。刘姑娘，过去这些年，我们苏氏木工作坊在京都赖以生存的优势究竟是什么？自然是官爵京都的木工手艺。无论是京都权贵府邸里的精致家具，还是历年攻入宫中的室内雕刻陈设，皆出自我苏家之手。论木艺精细，京都无出其右。既然单靠香皂售卖这条路暂时被王家堵死，那从今天起，我们就发挥木房最大的优势。这一次，我们不做家具，我们做机器。顾主事，顾主事真乃神机妙算。今日在东市，那苏家小儿风风火火的拉着几十箱货来，连货箱都没来得及解封，就被咱们结结实实堵了回去。来，老夫敬顾主事一杯。王老板客气了。当年若非王老板慧眼识珠，出资扶持，我顾某人哪有今天的荣华富贵？既是王家凤粮，自然要为王家分忧。那是，顾主事一出手，
那苏家就如同掌中玩物。依我看啊，苏家这次是彻底砸了招牌，翻身无望了。再过几天便是还款的正日子，到时候小人亲自带人登门抄家，看那姓苏的颜面往哪儿搁。子言，顾公子，小的打探到了，他们白天从东市撤回去之后，苏关爱在院子里大发雷霆，当场下令让伙计们把那几十箱香皂全都扔进后山臭水沟里。看那样子，他是彻底认栽。哦，扔了？你确定？那苏冠豪回去之后，可还有其他异状？回公子，那苏冠豪几乎整日都把自己关在正房里，谁也不见。不过今夜2更时分，小的从他窗外偷偷路过，听见里面的动静，实在有些古怪。听见了什么？说！小的听见那苏公子不仅没有半点愁容，反而在房里放声大笑，笑得十分骇人。王家、青岩阁，你们真以为毒死了这条制香皂的财路，就能断了我苏冠豪的生路？哼，枫叶的力量，又岂是你们这些古代商人所能想象的？这东西一旦问世，不比你们那劳什子的香皂香水强上100倍1000倍。你真的打算做机器？不做家具，做机器。作坊里能拆的旧车轮全都搜罗过来了吗？按照你的吩咐，叶师傅连夜拆了4架报废的马车，另外还去城西赵铁山的铺子里赊了30斤上好的熟铁料。赵铁山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，原本死活不肯赊账，是我出面用我月底的管事月钱作保，他才勉强放货。刘姑娘对我这么有信心，这万一要是砸了，你下半个月可就得喝西北风了。苏家已经背了3000两的阎王债，再多欠30斤铁料，不过是大海里多了一滴水，算得了什么？不过我需要一个确切的答复，你折腾出来的这些奇巧银柱，当真能抵得过那3000两白银？这就是大前朝的第1台脚踏木工车床，只要把木料固定在上面，脚下一踩踏板，削出来的原木柱比作坊里最厉害的老师傅用手刮出来的还要直。这样的器物，作坊里的学徒需要学多久才能上手？天资愚钝的学徒只需练上3天，3天之后，单论原木柱和木轴这类标准品，他赶工的精度和速度就能碾压那些干了一辈子的老木匠。这就是工具的力量。昨夜2更，小妍独自翻墙出去了。都往后退开些。
少东家，使不得，快停下！那轴心偏了，再转下去，机器非得散架崩飞不可。陈伯，帮我找个3寸宽、质地最硬的红木楔子来，在右侧轴夹的对称顶住。机器现在晃动，是因为受力不均。少东家，这能成吗？木料终究是木料，经不起这么造啊！依老汉看，这机器若全换成金铁铸才算稳当。铁料来不及，先用木头把路子试对，只要路子对了，铁自然能跟上。再来。起！这怎么可能？神了，这简直是神物！老汉干了一辈子木匠，哪怕是当年内廷造作局给皇宫送去的贡品柱子，也没这圆润，这分毫不差呀！陈伯，从今天开始，只要机器校准，这台机器里出来的每一根原料都是这个精度。人力有尽头，但机器能一遍遍复刻同样的精度。还真挺好看的，算你有点更本事。少东家，这位是城外西山开大煤窑的周掌柜，今日老哥我带他特来见你。苏公子，赵铁匠说你这里能做一种奇门物件，比寻常木匠手工快上10倍，准上10倍。周某的西山矿井昨日塌方，底下称木口径不合，支不良，漏沙的厉害，连换3波京城老师傅去现场刮料都配不上尺寸，若是再配不上，这整个矿就……周掌柜，大东家呀，出大事了！苏公子，周掌柜，救命啊！20矿2号口刚才又塌方了，井下直接困了5个同村的亲兄弟啊！矿上的人说像是地龙翻身，井下车柱又断了2根，再要是塌下去，人就全砸成肉泥，救不出来了。别哭，把眼泪擦干。孙大壮，先把这些原料全部搬上车。你前面带路，救人。让开！都给老子让开！苏公子到了，大伙儿有救了！李氏顶塌了3丈宽，万幸弟兄们暂时没砸着，可2根主撑柱全断了。我们用木杠去撬，根本撬不动，越撬上头碎石落得越厉害啊！大壮，把车上的滑轮倒链架抬下来，带上咱们作坊的3根标准原料柱。这姑娘是天神下凡吧？住手！别直接敲顶板。这是活石，移动全的塌，先清2侧杂石，别碰上头活石，给受力点留出支撑空间。周掌柜，
矿上库房里可还有没开掉的备用粗木？有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全去给老子抬木头，快啊！稳了，真是神了！这柱子怎么卡得这么严实，连一丝泥沙都不往下漏？拉，青石。出来了，活下来了！多谢大东家，多谢大东家！周掌柜，这条矿道，你们往山里掘了有多远？回苏公子，约摸往山里掘了100来丈。最开始只是想采些青石供城里盖房，谁曾想挖着挖着，这牢匣子的黑石头就越来越多。因为没人要，咱们只能拼命往深处掏青石，掏出来的黑石头就全扔后山了。你是说，这100来丈的矿道两壁，上下左右，全被这种黑石头包死了？这个我倒真没细想过。横竖每次开掘，石棚里总有6棚是黑的，能卖钱的青石反而成了稀罕物。邱掌柜，你看好了，这是表土，这是岩基。你现在挖到的仅仅是这条黑色矿脉的一点皮毛，如果这条黑色矿脉的实际厚度远超你这条矿道呢？怪了，这黑石头怎么比平时挖出来的还要黑？质地怎么跟铁块似的？这不叫黑石，这叫镁。镁？为何物？能吃吗？这是能烧的东西，比柴火耐烧得多，火力也远胜你们用的木炭。我们在西山挖了这么多年，竟从没想过拿它来点火。回少东家，以前有胆大的兄弟试过，可这玩意儿点着了，烟大的熏死人，还有股刺鼻的硫磺恶臭。村里的神婆说这是地府里的不祥之物，烧了会折寿，就再没人敢用了。趣味，不是他不祥，是你们根本不懂如堂古风艳道，也不懂炼焦涂硫。周掌柜，你这矿里到底还有多少这种黑石？苏公子，实不相瞒，不是有多少，是漫山遍野全塞满了这玩意儿。苏公子，今日您救了我5名矿工，也救了我老周的命。这3根神木撑住的工钱，您尽管开口。往后作坊要多少上等料子，老周绝不含糊。周掌柜，我不要你的木料，也瞧不上那几两碎银的工钱。那您要什么？我要你名下这座黑石矿，你我作价，合作开采。苏公子，你莫不是开玩笑吧？这破矿根本赚不着钱，卖出去人家还嫌烟大压价，你要它干什么使？又来炼体肥皂赚的不过是东市脂粉铺里的散银子，而镁才是能改天换地、握住大前朝脊梁骨的真正命脉。喂，苏少东家，你刚才在矿上说的那么厉害，那黑石头真能烧得起来？不仅烧得起来，还能打铁，生生烧成铁水。吹牛！赵铁山打了一辈子铁，用最好的红木炭拉破风炉，也只能把精铁烧得泛红发软，哪有炉子能把铁烧成水？你少糊弄我！那是因为他这辈子还没见识过什么叫做娇美。少东家，前面有人拦路！哟，苏少东家，这是刚从阎王爷嘴里抢了人回来，真是功德无量的大善人啊！不过7日之期只剩最后3天，整整3000两白银。苏大善人，
你跑去救人的时候，这保命银子攒够了吗？凑不齐，3天后老子就打断你的2条腿！无耻小人，我废了你！3天之后，我亲自登门。哼哼，死到临头还就在青岩阁等着你来跪地求饶。我们走。足够了，3天。王家青岩阁，3日之后，我要让整个京都东市的人都看清现代工业的铁水，到底能把本门西陵的骄傲熔炼成什么样子？快去烧热水！累死本姑娘了。不过那些矿工倒也有心，临走前，那个被救出来的年呛工把这玩意儿塞给我，说是整座山里挖出来最亮的一块。喏，给你。品相极佳，多谢。先别谢，你先前让我死盯着的那只鬼，今天有动静了。咱们刚出门没多久，院中学徒小妍就找借口翻墙出去了。回来时手里死死攥着个油纸包，本姑娘去盘问，她视线躲闪，说是去给在家的亲妹妹买风寒药。去给妹妹买药，倒也合情合理。合理个屁！她那亲妹妹早在5年前就远嫁到隔壁邻县去了，作坊里谁不知道？她哪来的妹妹在京城生病？知道了，千儿，明天下午，你与叶师傅去一趟城西赵铁山的铁铺，告诉赵铁山，赫人一走，本少东家征用潭口最大的锻铁炉，让他把炉膛清理得一干二净，空着等我。你要用打铁的炉子烧这黑石头？对。那玩意儿烟大的能熏死人，你可别把人家的铺子给点着了。少东家这是要拿老汉的炉子开什么玩笑？老汉我在这大前朝打了一辈子铁，只听说过用红木炭、用劈柴烧火的，还从没见过拿地底下的死石头来炼铁的。再好看的石头那也是石头，它能见火不起烟，它能烧得动精铁？赵师傅，少东家说能不能烧得动，明日卯时一试便知。行，明日卯时，老汉把那口大炉膛清得连1粒炭灰都不剩，空着等您。可咱们把丑话说在前头，您要是把老汉的炉子废了，或者烧不出东西来，上回赊的30斤熟铁料钱得翻倍还。一言为定。可若是真烧出了结果，赵师傅，以后你这铁铺所用的上等燃料，我身边这位周掌柜全给你包了。哼。少东家，成了！这风力能把牛都吹走。大壮，去休息吧。是咱们马路。
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少东家，这分明就是绝命的毒烟！你这是要砸了老汉的招牌啊！等，所有人，给本少东家死等1刻钟。大壮，拉风箱，全速！融了，化了，老一辈子铁，老汉从没见过铁能自己跟水一样往下淌的呀！神迹，这是神迹呀！老天爷啊！我们后山堆了整整3年的小山包，原来全他娘的是这种金山银山啊！苏公子，这没……周掌柜，你那矿里堆了3年的黑石，本少东家全要。不只是王晴，你们的香皂胭脂能赚几个富人钱？从今天起，这大前朝的钢铁与命脉酥了。周掌柜，方才在铁铺里让废铁条融成铁水的，便是这种。此物品相中等，也是开采时产量最大的一种。但是，你看这块，此物大前朝的人误称其为黑曜石，但在本少东家眼里，它是精美。你矿里可多？有倒是有，可这东西多嵌在最深处的硬开采极废锤藻里。以前老夫只当它是破石头，不值当费力，便都撂在里头了。以后它便值通天的价了。同等炉矿下，这精煤燃起来的火力比普通煤还要强出3成，用它控炉炼铁，火候更稳，夹杂更少，品质远胜普通炉铁。往后，黑石矿分3等：精煤炼铁造机器，中等煤供铁铺窑厂，碎渣炼煤，粘粉掺泥压成煤球。入冬前，我要让大前百姓用它买命取暖。取暖？这不降黑石也能暖身子？你手底下的矿工，冬日里穿什么袄斗？草衣，里头胡乱塞一层旧麻布，每年冬日总要冻死几个身体弱的丫头小子。以后不用了。煤球燃起来的热气，能把整间屋子烘得如阳春3月，比10件棉袄还管用。苏公子，昨日矿口您说合作，老夫是粗人，有一说一，黑石矿是祖上传下的基业，老夫绝不卖祖。谁要买你的祖产？你出矿出人，本少东家出技术出设备，采出来的煤4、6分成，你6我4，唯有一条，精煤必须优先供给我。4、6，苏公子，您出神机又出仙术，却只拿4成，这买卖您不是亏到骨头里去了？我不着急，后面的利润不在高山，在流水。有了稳定的煤，本少东家就能稳炉炼铁，逐步量产精铁。精铁够了，便能制造日行100里的机器。机器造出来，又能运送更多的煤，循环往复，其利滚滚。周掌柜，你现在觉得6成很多，3年之后你会嫌少。老夫这便回村跟族里人商量。苏公子，话我先撂，只要你说的这些能成一件，只要姓周的这条命，往后就跟定苏家了。
少东家，刘姐姐找你。苏少东家好大的威风，城西铁铺点石成金，不过2个时辰，东市已传承神仙下凡。王家的眼线刚才在咱们作坊门口探了3回，让他们看，风吹得越大，这火才烧得越旺。还有一桩事，你上次让我暗中盘点的那些香肥皂，我刚刚去暗仓核实过了，一共74箱。按你当初给的法子折算成本，月摸值白银80两。少东家，你顶着满院闲言碎语把他们留下来，究竟想演哪出戏？王家定的最后还款之日是哪天？后天。那就后天。后天王秦若带人来，把这74箱肥皂全摆在正院，一箱不落，摆在最显眼的地方，谁来都让他们瞧个仔细。你打算用这些被青岩阁折腾到卖不出去的肥皂去抵那3000两巨债？王明远不是傻子，他绝不会收。我自然知道他不会收，我不逼他，我要让他们自己开口，哭着喊着说不要。还有，小妍今早又出去了，天没亮走，回来时袖口沾着极浓的栀子香。那是青岩阁独有的栀子香胭脂味，整个京都东市别无二家。我去后院瞧瞧叶师傅的进度。少东家，接着想你那只金龟吧。顾青州，你在青岩阁卖再多肥皂、香水、盲盒，也不过是倒卖繁华。你占尽轻工业的巧，却忘了没有重工业的底座，所有繁华都只是一戳即破的肥皂泡。这大前朝的脊梁骨，我苏冠浩收下了。少东家，少东家在哪儿呢？快让老汉瞧瞧！少东家，您瞧，这锭子纯度吓人，再断几锤能出绝世快刀，只是您说的鸠炭窑。秋探的事，等周掌柜把开采权定下来再说。少东长，大家心里都没底，后天王家就要登门，王村那种人，要是带打手来掀摊子、抢车床，怎么办？掀不了。后天之后，他们自顾不暇，便再也没空管我们了。周掌柜，别忙活了。往后这地方你再铲一下，可就是动了官府法纪了。这矿是我周家套爷传下来的，整整3代人的基业，凭什么？祖上传的，大钱律法在上，没官家续发的采气便是野矿。周掌柜，你家的采气去年就到期了，真不巧，青岩阁替你补上了。从今日起，这黑石矿改姓王了，所有黑石皆归青岩阁名下。你们这帮强盗，老子跟你们拼了！周民放肆！官府批文在此，有异议便去县衙递状，若敢阻挠公办，休怪锁链无情。走，进城找苏公子。矿山出事了，王秦带官文夺了黑石矿。本月13，
正是铁铺验煤前3天，顾青州啊，顾青州，你的暗桩布的比我想的还快，消息瞒得倒挺紧。苏公子，这下全完了，矿山被王家收走了，咱们昨天说好的4、6分账全成纸上谈兵了。周掌柜，莫慌，我且问你，你那座被强占的主矿山脚下紧挨着的那片荒地，如今在谁手里？那片乱石坡还在县衙手里呢。那地在县衙挂了整整10年都没人买，寸草不生，底下全是硬邦邦的碎石层，种不得庄稼，盖不得房，那就是片死地呀。很好，明天一早你跟我去一趟县衙，那块谁都不要的死地，本少东家要了。买那破地方干啥？主矿都被王家抢了，咱们去买个10疙瘩坡，能长出金子来不成？周掌柜，信我，明日把地契拿到手，你就知道那是不是金山。千儿，你先前说在小妍身上闻到了青岩阁特有的栀子香粉味，那还能有假？本姑娘特意去东市青岩阁门口嗅过，一模一样。那小子身上绝对有猫腻。今夜3更，你潜入他的房间，把他枕头底下藏着的那包东西换出来。换成啥？换成你爹磨刀剩下的废铁屑，再掺进2把炉底的草木灰，记得手脚干净些。嘿嘿嘿，放心吧，少东家，偷鸡摸狗，呸，劫富济贫这事儿，本姑娘在行得很。苏公子，看仔细了，西山那片荒坡确实无人认领的白契，你诚心要10两银子，地契拿走。不过老汉丑话说在前头，那地方全是乱石，连根草都长不出来，买定离手，官府概不退换。不退不换，落子无悔。登记吧。苏公子啊，老夫这条老命今儿个算是交代在你手里了。这鬼地方能干啥？别说黑石了，连条蚯蚓都嫌硬不肯住啊！铁锹拿来，大壮，带人给本少东家往下挖。这味道，这是……继续挖，别停！黑石，全是黑石！天爷呀，这里的成色比老夫那个主矿还要好上数倍呀！王家抢走的那座是深井矿，要竖着往地里掏，耗人耗力；而这片荒坡是整条棒从侧向出来的浅层煤脉，上面的乱石不过是一层天然保护层，把这层皮剥了。这里就是大前朝第一座露天大煤田，开采速度比他们快上10倍不止。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难不成苏家小儿去县衙告状了？老子地契采集过硬齐全，他告到天王老子那里也是个死字。不是的，东家，苏官豪没去告状，他今天上午花10两银子，把主矿旁边的那片挂了荒石坡给买下来了。买个乱石坡，他失心疯了？他没疯，今天下午他在那荒坡上只挖了2尺深。就挖出了一条露天大煤脉啊，成色比咱们抢过来的还要好。
现在他已经雇了20多个短工，一筐一筐的往外运黑石呢。这不可能！这绝对不可能！那片荒地放在那里10年没人要，他苏冠祥是个只会斗鸡搜狗的废物，他怎么可能知道下面有黑石？顾主事呢？快去请顾主事！顾主事今日一早就出城去联络江南的胭脂商会了，要后天开市才赶得回来。行，苏家小儿当之为是老儿孙顺隐秀通天本事，可在这大前朝做买卖，挖得出来，你运得出去吗？传我的令，联络京都商会所有的车马行与骡马帮，放出话去。谁敢帮苏氏作坊运1筐黑石、1根木料，便是与我王家为敌。老子要在3天之内彻底断了他的商路，活活困死他！周叔，以前你们在老矿井里，这黑石全靠人力往上扛。可不是嘛，全靠脊梁骨硬扛，一筐一筐顺着窄梯往上抬，到了地面再装板上车拉进城，大半天才打个来回，累死人不说，效率还低得可怜。往后不用这么遭罪了。顺着这片坡度，从坡顶到坡底搭建2条双轨木滑套，满载煤筐卡在木轨上顺坡滑下，底下只需1人控住绳索速度即可。坡脚处放置本少东所特制的矿车，车轴全部加装这种车床削出来的标准轴承，坏了随时更换。装满之后，1个人便能推着走。谦儿妹妹，你把这些卖不出去的肥皂摆在正中间，还开着盖儿，这是要闹哪出啊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少东家说了，这叫两军对垒，鲜亮军容，这叫门面。天儿，等会儿王奎带人进来，无论他们说什么，你一个字都别施舍。啊？又让我装哑巴？哼，是让你好好看，多看，少说，学学怎么让对手自己咬了舌头。苏冠豪，7日之期已到，今儿个你要是拿不出3000两现银，这整座作坊连同你身上的皮都得改姓王。王管事算得挺准，这里一共74箱上等香皂，按如今东市你们青岩阁的会员价折算，约摸值白银80两，离那3000两的阎王债确实差得远。但你若真想要，全搬走便是。呸！谁要你这堆破烂玩意儿？你当老子不知道？这种破防皂，我们青岩阁3年前就已经卖烂了。你也知道青岩阁3年前就卖烂了，那我再问问王管事。今日你带这么多人强闯我苏家作坊，到底是来替主子收债，还是特意来告诉我，这肥皂你王家3年前就会做了？你少跟老子耍贫嘴！白纸黑字，3000两银子1个子儿都不能少，交不出来，今天就等着去见官，这作坊也等着被查封。见官？王管事怕是忘了。字据押的是作坊，不是你一句话就能查封拿人。我先拿这一院子货物折抵，是你自己开口说不要。既然如此，剩下余款，这院中务事能抵几成？好啊，苏冠豪，你还敢跟老子耍滑头？你这作坊里私自打造这么多古怪铁器，大前朝对私造铁器可是有明文禁令的，你可知罪？私造铁器，王管事。睁大眼看清楚，那车床上的刀是我从西城赵铁山铺子里淘来的作废旧铁具磨出来的，连炉子都没下过，断都未曾断过，算哪门子私造？怎么，
王家如今不仅能替官府查善，连衙门缉私的权力也一并握在手里了。姓苏的，你牙尖嘴利，欠条在衙门有留底，老子倒要看看你还能赖几天！我们走。顾锦州，还一字。王琦不过是个探路的棋子，真正想把这大前朝翻个底朝天的，是你在背后坐镇吧？顾青州，你想联合商会断我的料，封我的路？你以为垄断商路就能困死我？你封了地上，我就走地下；你封了人力，我便用机器生生踩碎你所有的骄傲。苏公子，你快瞧这成色，比老夫主矿里最好的黑石还纯还硬，砸开时声音脆得跟生铁似的。好，留着他们，这一批货1两都不能贱卖。苏公子，老夫一直想问，您说的焦炭到底是何等神物，值得咱们跟王家拼到这一步？把煤再烧一遍，逼出烟气和杂质，剩下便是焦炭。用敲炭炼铁，高炉之温足以熔开最顽硬的矿铁，流出来的不再是只能凑合用的软铁，也不再是杂质横生的劣铁，足以铸造机器的根基，百锻金刚。